那么好的，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我们这一期视频呢是一个开荒阶段术士的玩法的介绍，还有一个总结。我们接下来呢先给各位看一下术士在中后期是怎么刷图的。操作就是非常简单的，术士在这个版本的后期，相比死灵最大的优势，它是没什么操作啊，你就见面扔个像我这样扔个裂隙，然后就可以了。就扔个裂隙挣下来，就只要打左键。然后偶尔扔一扔魂，挂挂 buff， 开导就行了，不需要说去做别的操作，只要你能这样正常的打就行了。我们先随便打一个100腐化的这个秘境啊，因为我今天掉线有点多，现在你可以看到我才84级所以我腐化现在也打得不高。我要100级的话，术士到中后期打个500-600腐化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接下来。这个秘境怎么都是这种怪啊？好，然后我感觉随到了一个比较难做的任务啊。术士这边操作你可以看到就很简单，就是你扔完了裂隙，在这里等裂隙把怪打死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 ，so easy， 没什么压力。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我命运之环是到5级了，所以有的时候地上紫装会有点多打起来会比较难受。又掉了一个绝望，晚点可以去做装了。做装的话，这期视频应该就不讲了，比较麻烦。我们到时候就稍微提一下怎么在中期搞装备啊，就怎么在中期出自己想要的几个词条。接下来你看这个任务跑的也长嘛，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机动性还是比较厉害的就全程跑过来。我们接下来是分几个部位先是讲一讲天赋点怎么点，就怎么点天赋点，你前期能够弄到比较舒服的属性，能够活下来，然后再讲一讲装备的词缀，就包括过渡的装备要怎么选词缀，然后最后再放一下这个装备的截图吧，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先来。我的装备呢在这里，这个龙星之前还没拿出来用，待会儿做视频的时候做完了再用。讲讲技能怎么点天赋这边，首先是第一页4技，这个专精是一定要点20点，你才能够往下点术士还有巫妖这些专精的。那这边呢，我们是智力点8点，再给40的腐化抗性。腐化抗性为什么关键，待会儿会说。然后是死亡狂热，这边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点我这边比较喜欢点高，就是点这个死亡生命给我们回复护盾，点高了之后体验比较好。你如果不想点它的话，去点这个白骨光环或者鲜血光环都可以。总之就是点它，然后再把最后的这个非自然保护给点满。那这样一来，我们从这里就能拿到60%的腐化抗性，还有40%的能量护盾维持了。这就是20点的4技的专精。你如果想要更高伤害，或者是想要别的东西，你去点鲜血或者白骨光环，这个点一点过路就行了。然后接下来术士这边我要说一下，就是你前期如果觉得自己比较脆，体验比较差，那你要优先去点什么呢？点恶意监牢跟不朽。不朽这边有一个重点的属性叫做能量护盾衰减阈值，每 1% 腐化抗性加1点。这个呢是决定你在中期的护盾有多厚的，就这边有6点，6点可以让你中期的盾变得比较厚。然后其次就是下面这个悲惨装甲跟黑暗守护，注意黑暗守护这边是有一个每秒护盾的，然后呢像悲惨装甲这边就是可以给我们额外的护甲生命，还有我们给怪挂诅咒，怪物会对我们造成伤害降低，就是这边的这几个技能会让我们变得比较肉。那前面的这边也都是过路点嘛，就是点这个恶意衰变、混乱火焰或者邪恶折磨，这些是找伤害的。然后呢盗魂剑这边是去找回蓝的，还有一个术士之心，这个呢是给我们增加最大魔力值，让我们变得技能扔得更爽的。然后就是这几个技能点完了，再来拿这边的伤害类的节点伤害类节点这边比较重要的有一个是枯萎这个节点的收益会比较高因为你按 Alt 之后你会发现你对怪物一直叠枯萎，可以让你对怪物造成的伤害会变得更高，好吧？然后再往后就是点这个黑暗来犯和黄昏使者，还有这个什么飞尸巫婆这些。这边需要注意就是死亡之势这个节点它的增伤非常高，但是你点它之后会对自己造成伤害那解决方式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点诅咒先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滴血的时候
我们的诅咒就会被净化掉了，相当于是净化掉死亡之誓的这个效果了。其次就是巫妖这边点个2到3点的冷酷幸存者，这样子我们就能靠法术来吸血，从而保证我们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血量了。当然护盾呢就是靠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技能以及装备来维持啊。装备的话放在后面说，我们先来说一说技能。技能呢，我们这边有2个核心技能，一个叫鲜血液剥离，另外一个叫冥府裂缝。冥府裂缝是我们的最主要输出技能，但是你在正常看输出的时候，不要看它的面板啊，我们可以往这边看。冥府裂缝点到这里有2个很变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叫扭曲波。扭曲波的实际效果是，你没有2%的腐化抗性，会让你的折磨的伤害提高3%。折磨就是我们扔完了这个技能飞出来的这个灵魂啊，飞出来这个用去打剑的技能就叫折磨啊，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输出技能。因为扭曲波的存在嘛，你看琉璃现在是堆了400多的腐化抗性，那现在我的折磨伤害可能就已经翻了6到7倍吧，应该是有这个倍率。就中后期你可能会有7到800的腐化抗性，那这个时候你的折磨伤害是有10几倍的提升的。那这个是一点啊。第二点还有一个节点叫恐怖之潮，就是你每1%的爆伤提升也会增加你的这个冥府裂隙跟它施加的异常伤害，对吧？那这样子就是你堆爆伤又能提高1次它的伤害，这2个节点还是互相乘的，所以就非常变态啊。然后说一下这个冥府裂痕怎么点。冥府裂痕这边肯定是优先过来拿扭曲波跟恐怖之潮的，然后呢我们正常战斗就是扔一个冥府裂隙，然后打玻璃血液就好了。接下来的技能连法就是连这个腐化抗性击碎，连这个加快灵体释放频率，然后在中后期蓝比较高了再去连这个幽暗与火焰啊。这个技能呢可以让我们一次扔2道裂隙出来，因为裂隙同一时间只能存在1道嘛，所以你一次扔2道相当于就是增加了这个折磨的频率，折磨频率翻倍了。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一些别的增伤节点啊，像这个墓碑吞噬者或者是下面这个根除，随便点点看自己的喜好就好了啊。这是冥府裂痕。然后接下来说一下血液剥离，这个技能是给我们提供法术点伤以及给我们提供回蓝的啊。法术点伤就是这个啊，血液剥离击中敌人的时候直接给我们额外法术伤害，这个叠层是可以一直叠的，所以你血液剥离按多几下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冥府裂痕的伤害提高了，它可以给我们额外的点伤。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点啊，血液剥离的血球会给我们回蓝，再点这个呢会回复更多的生命，也就是回复更多的蓝量。然后你包括往这边的点啊，它还能给我们护盾。接下来呢就是稍微堆一堆减耗，比如说像我这边我魔杖带了一个法力消耗减免，那这样子呢我的血液剥离是不耗蓝的。不耗蓝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堆高施法了，就像这个施法速度提升、施法速度提升这些，把施法速度堆上去，我们一直血液剥离去抽怪就能一直回蓝跟回盾了啊。这2个最核心的技能，就点这个恶臭之血也是因为它能给我们提供额外的施法速度，就纯粹是为了施法速度来点啊。当然我这边之前有一个血液剥离加1，所以之前这边的血巫师是等级加满了的，不然正常情况下是不点这个恶臭之血的。那这2个核心技能说完了，说一说诅咒。白骨诅咒这个技能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给怪物挂死亡印记啊，你按住 Alt 可以看到死亡印记会让目标全部抗性减少 25% 啊，这个就是死亡印记的一个效果。那当然了，你正常这么到处扔白骨诅咒是比较累的，所以我们白骨诅咒还要点出来一个效果，叫做受诅四肢，会让我们释放诅咒之后，接下来几秒内所有攻击命中的时候施加白骨诅咒，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血液剥离或者是冥府裂痕打怪就自然挂上它了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技能关键节点叫碎骨，这个呢可以增加我们白骨诅咒的斩杀效果啊。当然斩杀后面也可以由这个饥渴灵魂来提供啊。接下来技能就是大概是这样的连法，其他就随便连吧。我这边还连了一个击碎护甲或者是惊魂窃贼。如果你要提高白骨诅咒的伤害，那你也可以连这个压迫凝视还有死神印记，这些都是可以的，看你自己的喜好就行了啊。总之核心就是这个打怪施加白骨诅咒以及死亡印记啊。然后这3个核心的输出技能讲完了，另外2个技能是没那么重要的啊。一个是转移，转移就是跑路啊，说白了就是跑路。跑路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极速跟狂怒前期要点满，中期可以少点一点。中期少点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会点飞噬巫婆，也能够自然触发诅咒
自然触发这个急速的效果，所以前期点2点，中期可以中后期点个2点就够了。然后接下来拿这边的跳过去自动放诅咒，还有跳过去恐惧敌人，然后再拿几个减伤的节点 OK 结束。饥渴灵魂这边的核心就是激发饥饿效果就是你扔饥渴灵魂对敌人扔上去了，然后敌人就会额外受到你的伤害我们带这个东西纯粹就是为了额外伤害。你可以看到它的耗蓝是非常低的，就比如说你后面再点2点这个灵魂猎手之类的，把耗蓝减下去，我们扔完了裂隙打血液玻璃的时候顺手补一下这个饥渴灵魂，那我们对精英或者首领的伤害就更高了。所以这个技能平时是很少按的，只有在打 BOSS 或者打精英的时候才按，好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说明了。血巫师跟恶臭我刚在前面说了，就是因为前面我有血液玻璃等级的头，所以我这个技能加满了。现在它少了之后，它直接扣了我一点血巫师，就这么简单我不回弹幕我们继续说别的东西说说装备。装备的话，我们这边我去找张图，各位稍等一下。我看这边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图我没有详细的去做各位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装备技能的图。等一下，我游戏怎么被拉动了？在这里这个是大致的装备的技能词缀你可以现在去截个图看一下。如果你截完图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从装备上说就给各位看一下。你如果比较想要超速式的作业，那你可以现在先看一下这张截图，对着它来做装备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装备的每个部位要什么装备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从上到下讲下来。头部这边的话是一定要找一个幻骨盔的，幻骨盔它下面这个传奇效果是没有说明的，实际效果是根据我们的腐化抗性给我们提供每秒护盾它这个死灵抗性其实是腐化抗性然后腐化抗性我们这边堆了400多，所以你看我把这个头盔一摘，我这边的护盾值当前护盾值就开始疯降我戴头盔的时候可能是快3000，不戴头盔可能就要跌到1000多了。所以说中期你如果想站住，一定要搞一个幻骨盔。这个头盔呢是世界掉落的，它的掉落方式要么你正常打怪，要么你像我这样做预言任务去指定一些戴头盔戴这种橙色头盔的剧情任务当然我这边现在呢就这个，当然了这个任务现在不太好做，地下城的任务现在不太容易进去你可以看到我的幻骨盔摘下来护盾少了这么多嘛。就护盾这个东西由3个部分构成，一个是每秒护盾，一个是护盾维持，还有一个是护盾阈值，这3个东西来决定了你的战斗护盾跟你的当前护盾包括这个智力也是会影响护盾的，这也是我们后面的玩法为什么要堆护盾的原因接下来头盔这边基本是这个，如果你没这个头你就去戴那种带有智力、腐化抗性还有一些随便防御类属性的头就可以了。我找一下我之前的头还在不在，我之前应该有个很烂的头一直被我戴了很久的我之前甚至都是戴这种头，智力加腐化抗性，你有2个这个就好了。你看我这里有个血液玻璃嘛，就是他把我的血液玻璃等级撑上来了。然后是衣服这边的词缀呢，一般来说就是像我这样智力、冥府裂隙、腐化抗性，然后再找一些其他的抗性就好了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这个衣服现在有5条词缀，因为我封印了一条垃圾的冰抗，打了一个腐化抗性，但是这衣服潜能比较低。衣服的底子比较好的有那种抗性底子，我找一下看我的底材这里看一下，有这种司法加魔力再生或者是冰抗的，然后或者是这种全抗的衣服都是不错的底子像我这个加暴击几率的底子就没啥用了，但是也是看下面的词缀有啥用啥，好吧。然后武器这边的话呢有3种戴法，一种是像我这样戴魔杖的话呢，前2坠是腐化伤害、爆伤加成，然后后坠是像我这样的腐化抗性穿透，有这3个词缀就差不多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魔杖升级出来的一个专属的死灵魔杖，叫我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反正是一个比较稀有的魔杖，那个魔杖也可以拿来过渡，它反正是加腐化伤害，还会在释放技能的时候对自己产生一层咒石，然后那个咒石呢是算异常状态的，能触发我们的死亡之誓，好吧。这个魔杖我暂时找不到了，因为我也没有生出来。然后最后就是带勺子了，勺子最好有2个孔，然后呢孔里你打上了爆伤加成或者是腐化伤害加成或者是抗性穿透，这样才能带勺子
就你不知道合成装备，你按一下 G， 然后在这边搜传奇啊，传奇物品，你就能看到什么是合成了。我们这边就不扩展了。然后接下来说一下别的部位啊，就是副手。副手的话，一定要带这个华丽焦点，它的基底这边是有智力、每秒能量护盾回复跟能量护盾维持的。你在前期没有刷到头之前，是很吃这个副手的给我们提供的能量护盾的。然后词缀的话呢，就类似我现在这样，出腐化伤害、法术伤害、腐化抗性，还有各种各样的抗性就可以了。然后是两个戒指这边一起说，最好是找我这种象牙戒指基底的，它有的是腐化抗性跟护盾衰减阈值，然后在前缀去找智力跟腐化伤害，后缀呢找腐化抗性。我这个戒指是很烂的戒指，但我没有更好的了啊。你看词缀的话，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戒指这样，前缀就是智力腐化伤害，后缀有个腐化抗性啊。你有这样的戒指，哪怕它不是象牙戒指，你也可以先戴着。然后腰带这边的选择就是我之前腰带还在嘛，就是要么这种黄腰带啊，腐化伤害、腐化抗性，然后再找别的坚韧词缀，要么就是带这个套装腰带伊莎多拉之木的束缚，它能给我们很高的施法速度，还有很高的护甲，然后我们挨怪打了之后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额外的腐化伤害啊，这就是衣服。然后鞋子的话，这边是有前期跟中后期的选择。前期的选择一般是像我这样带一个护盾衰减阈值的比较高的这种鞋子，然后呢词缀是移速智力，然后下面是找一些抗性，比如说腐化抗性，比如说暴击避免。中后期毕业的鞋子基底是这种减少暴击的伤害的啊，然后你再在下面再找一条减少暴击伤害，这样子怪打你就几乎没什么暴击伤害了。然后词条剩下的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鞋子来啊，前面就是移速跟智力，下缀就是减爆伤跟腐化抗性，这个是鞋子。然后手套这边的话呢，就找这种腐化抗性基底的，然后再想办法给它出智力跟腐化抗性就好了啊。然后最后是项链这边的话呢，也是同理啊，找这种带腐化抗性基底的项链，然后词缀的话出腐化伤害、腐化抗性啊，然后再出法术伤害或者腐化穿透都行，前面的表也说了。然后最后是遗物这边的话呢，有一种是带腐化的伤害的遗物，但那种遗物我现在找不到了，所以我这边现在给你看一下我的过渡遗物，它叫被抹灭的4技的野心。这个遗物的效果是1级的4技全技能，还有就是附近敌人或者友军死亡的时候，你获得等于他们最大生命值的能量护盾。这个能量护盾呢，在前中期可以帮我们叠比较厚的盾，只要你杀怪就能叠盾了啊。这个是4技野心的一个效果。然后你包括你看我这边的这个4技野心，它的词缀跟我仓库里还会有4技的野心吗？不会被我卖掉了吧？我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被卖，可能已经被卖了吧。被卖了的话就没办法了。就说一下这种被抹灭的什么叫做刮刮乐啊，你在游戏按技键叫什么抹灭吧，还是什么啊？找不到了，反正就是你调出它来的时候，哦，我知道了，在这里叫编织者遗物。编织者这些装备是出了之后会有一些固定的词条啊，就像我这边这2个红色的词条，它这些词条呢是你杀怪之后随机出现的啊。像我这个祭司的野心就是有满街的物抗跟智力，所以这个野心的词条很好啊。当然你到最后要换龙星，龙星是怎么调的呢？龙星是在85的巨龙君临时间线100级的版本，就你把上面这几个90级时间线全部打通了，到中间对话完了，你会开启所有时间线的100级版本，然后呢你就能刷龙星了啊。龙星的效果是在你施法的时候给你转化护盾，然后呢配合我们前面的吸血还有一些效果，能够给我们提供非常非常丰富的护盾。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带这个4技野心了，因为它的词条其实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杀怪回盾，还有一个4技技能，对吧？那这样你就可以把它换掉了。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了，就板子这边的话，你可以带一些加诅咒技能伤害的板子啊，然后其他的就是堆抗性，尤其是堆腐化抗性啊，最后争取做到把自己抗性都拉满。你像我这样抗性其实是溢出的，中后期还要调整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吧。这个开荒的 BD 也就说到这里，之后呢有时间了我再做一期完整的术士的这个攻略吧。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各位，拜拜。